这个国家有太多的地方需要我们去用自己的眼睛看，用自己的脚去丈量。所以这次这个旅程对于我来讲，真的是一次地理和精神上的双重冒险。种子可以代表洪家府的精神。哎，我能够感觉到现在这个已经有点爽了。咱们这个辖区一共有12000平方公里，那这平时怎么开展工作呢？车过来，车走不上去的地方就骑马，马还不动了就徒步。他们经历过无比艰难的岁月。就是因为这个缺维生素，头发脱落呀，指甲变形了。他们吃到这些蔬菜呢，是最有意义的。明白，直接装车呗。每时每刻，这些情感都是扑面的。今年以来，德国的第35面国旗。我相信每一个中国人，当你有机会站在任何一个国门，看着5星红旗在那个国门上缓缓升起的时候，这份自豪感都是油然而生，并且压抑不住。本节目由全新红旗 HS7冠名播出。现在咱们走这条就是去往巴基斯坦的必经之路，然后中巴友谊路，前方就到达的是洪恰拉府边境派出所。边境派出所，对，它是个边境派出所。这就是咱们巡边员的。对，这是护边员，这是。对，他们每天的任务就是在这巡边。慢点，前面。这是所长吗？对，这就是买皮江所长。好。这是咱们杨乐老师，这是我们的所长。杨老师好，您好，欢迎你到红沙府派出所走客。我今天呢刚好到边境线巡逻上一圈。杨老师这块有没有兴趣跟我过去体验一下戍边民警的？当然，我太乐意了。边境上基本上每年9到10个月都基本上都是处在一个下水的这种状态。这是这所的同伴姚一晨，你好，王毅，你好，麦田艾丽，你好，我们的万小龙同学，你好，你好。我们现在大概呢往那个方向走。好，我们从这儿过去，到那儿以后，我们就骑上马，我们就往山上走。这边境线特别长，415公里的边境线都要巡边。对，10天一次，这么大的工作量怎么完成啊？跟刚才一样的，车过来，车走不上去的地方就骑马，马还不动了就徒步。哦，哎，前面沼泽地，小心点啊，老师。谢谢。再往里走，这个海拔最高能到多少？海拔呢，最高是能达到5800。那儿就是无人区了吧？对，它呢，这个世界第2高峰巧克力峰就在我们辖区。哎，我能够感觉到现在这个已经有点爽了，还是有高度的。但是我看您几位都没什么事儿哈，就很正常，习惯了。这还挺急的，这水。一般我们就直接就跳过去了，没有，可能淌河就过去了。淌河就过去了。对，这么凉的水，淌河就能过吗？去年2月份，那个是伊尔强河，你估计是听说过的，离我们派出所呢，将近这个150公里。那个地方嘛，我还有3个民警。我就过去，然后就有个老乡过来就说，哎，有人报警。
那个人呢，在日月山河的这边，通过那种交手喊的那种方式，给马路那边河那边的人报的警。然后咱我们的民警呢，就沿着河，他徒步过来14公里。弄完以后一看天黑了，他们就怕晚回不去。然后直接1、2上河，这么深的水淌过去。真不容易。2月份的天气，那得是刺骨的寒水啊！他脸上你看不到任何的一个原因，就这些。97年、98年、00年就出生了，就那些小孩，有从浙江过来的，有从广东过来的，有从大连过来的，你很多人可能想象不到，他这个地方能待得下去吗？是的。能不能跳过去啊？你们这骑马的这个口令是什么？我先摸摸它，别骑马。那我们就慢慢的往前走啊，去。这个山口，它就是直接可以通巴基斯坦的。哦。这样子一些山口，我们就是把逼到点啊那些的东西呢巡航一遍。明白。对，然后这马走不到这些的地方呢，就是平时呢也带上无人机啊这些的地方，尤其是冬天，通过无人机也有技术辅助哈。对。派出所呢这个民警，他平均年龄可能也就24、25岁，这么样特别年轻。说你们年纪轻轻，有没有想过要回去的事儿？他们这块嘛，刚开始也有。但是后边就是在这儿待的时间长了，然后跟辖区的这些老百姓有感情了。对，有感情了，都不想回来。按他们的说法呢，就是一个被需求。对。也是一种幸福。是的，是的。然后看到他们这个朝气蓬勃那个样子，然后这个辖区的老百姓这块的变化，所以呢，我们也不太舍得离开这个地方。派出所呢，跟那个辖区的老百姓关系都非常的好。地处偏远，然后老百姓呢也居住的也特别分散。比如说你哪怕是换一个水龙头，对，没东西没人。换个灯，也没有搞几个人，也没有几个东西。所以呢，我们派出所也是搞了一个便民服务队。相关的物资我们都备上。现在辖区老百姓看病也到派出所。然后暖气坏了也到派出所，灯坏了也到派出所。还有一次呢，就是我们那几年，就是我们那个他们说现在是通路，之前他不是没有路吗？然后呢，那里面有几个孩子，放学了回不去，然后这个湖边园一块，每人抱一个孩子，硬是扛了4、5个小时，送到家里面。凌晨3点钟，我们一到村里面，那些老乡都没睡他们都拿着火把就在村口在那边等着呢。后来呢？就这样子一送了10年。对于他们来讲，实际上是一个特别平凡的生活、平凡的工作的日常。但是可能对于我们来讲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这是4300，关门大概多高？5100。哇！哟，这个山好漂亮。一个山头上，后面是戈壁，然后再后面就是雪山，那个景色壮丽极了。我是觉得我身上的感性的部分远远要大于自己的理性。我甚至想和他们多待一段时间，
能够和他们成为朋友，能够更深入地走入到他们的生活。我听段警官说这个您常年在这儿，虽然已经10好几年了，是10几年了吧？对。但是您到现在这个对于这高原睡觉晚上还是睡不好。睡不好。现在红沙浦这块呢，可能每天呢也就能睡到这个3到4个小时。3到4个小时。有时候睡着了，但是一会儿就可能直接就醒过来了，闷的，就喘不过气一样。那您这个睡觉睡不好，这嫂子多关心啊，多担心啊。我们这个选择的这个职业是，对，再难也得把这个事情做完，把这兄弟们给带好，把这个选择的这个事业做到头。是。在我跟他交流的过程当中，这个咱们团队的小伙伴跟我透露，其实麦麦提江所长才比我年长2岁，但是你看他那个外貌，我相信他的外貌和他实际年龄也老了很多。我问您一个可能稍微有点残酷的问题，这个您时常想起来会觉得会对孩子有亏欠吗？当这么一个问题问出来的时候，我觉得他的那个情感是从他心里面溢出来，是涌出来的。但是对于他们来讲，这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他们一年365天，可能有300天全都在这儿啊。而且我们今天经历的这些只是日常，还不是什么极端恶劣的，或者说极端情况下的工作内容啊。所以对于我来讲，真的是震撼。不说了。我们要把这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把他们记录下来，然后呈现给观众，告诉没有机会像咱们一样能够身临其境的来访者，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人选择牺牲自己的青春和自己的人生，换回的是什么？我相信有您这样一个爸爸，对于他们来讲，就是人生最好的榜样和楷模。他们心里边一定觉得您是一个特别伟大的男人。您一定会，他们一定以您为骄傲，绝对的。要是一生啊，就反正我这个就干一份这个喜欢干的这个实验，干的一个，哪怕它再平凡，我应该这也是知足，也是知足。等久了吧？您在这儿？没有，我刚好在这办事。哦，哎呀，左拐。我现在前往的单位也就是红霞边站，他就是负责在守这个国门。中巴国门是咱们全国唯一一个中国和巴基斯坦的这个陆路口岸的一个国门。哎，段警官，我收到您那封信之后，然后让我特别好奇的一点就是里面随信附了一包种子。这个有它的寓意吗？当时也很纠结，跟战友们也商量了很长时间，我们最后想到就是可能这一粒种子可以代表的是红霞府人、红霞府的一个精神。这一包小的种子对于我来讲，我其实来之前并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或者它背后的故事是什么，直到和孙班长有了接触，听到他讲那些故事。
了。对，这就是我们红旗拉府边检站。然后这就是咱们红旗拉府边检站的营区，我们主要的生活、办公全部都在这儿。明白。这就是雪域江南苑，这就是其实我们的种养殖区。啊，帕米尔高原上的小江南啊。对，你能鸵鸟啊。对。这就是咱们那个大棚，然后孙班长就改成地暖大棚了。孙班长到，哎，这就是我们孙超班长，孙超班长，这是杨乐老师。您好，孙班长，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雪域江南苑。您好，我特别荣幸。我看门口写预计产量6680公斤啊。对，这我们这一座大棚1年的产量。12个月的产量，那这一年四季等于就是一茬的蔬菜。我们在高原呢种植呢，都是抢着时间来种植的因为高原没有四季，只有冷暖所以说这个只能在高原呢种一些反季节蔬菜，用设施农业来解决种植蔬菜的问题。这是甜瓜甜瓜，这是北方的叫菜瓜，那里面是藤三七、柠檬，好香啊，这边是西红柿，沙瓤的，跟西瓜一样。你瞧瞧，这肯定熟透了的。哎呦，你瞧瞧，哎呦，这就不用雪盖火焰山了，这个跟挂了糖霜似的，是非常的，我天哪，我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当孙班长讲起来蔬菜大棚里的菜，他如数家珍。我觉得他基本上就是个半农业学家。而且话匣子一打开就停不下来了。咱们塔县号称石头城嘛，对，所以说整个营区都是石头，是种的草、种的树都是把这个石头挖走之后才，然后换回来的这些土，用这些肥料一茬一茬的把它给养肥了。对，真不都是为了解决自己吃菜的问题。因为从喀什300公里拉运上来的蔬菜呢。经常7、8月份遇见泥石流，尤其是这个漫长的冬季，好多菜呢在路上都冻坏了，一车菜整个都，这个烂在车里面了。战友们呢，嘴唇呢裂着口子，因为这个缺维生素，头发脱落呀，指甲变形了。看到战友们呢很不容易，是当时战党委呢考虑到。能不能我们自己在高原上面种植蔬菜？他们经历过无比艰难的岁月，现在日子慢慢变好了，但是他们仍然能够秉持着同样的精神、同样的传统、同样的作风，在继续干着这番事业。正好我们这次来呢。这个节目组转交给我了一封，我们段警官给我写的信，然后他在这封信里面呢，附了一包小种子，这个种子呀，是有来历的我们从98年开始种植蔬菜，当时的广东边防总队问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种子，我们说给我们能把南方的一些这个种子给我们寄过点来。他就把那个广东边防总队呢，就给我们寄了好多种子，唯一这个萝卜呀试种成功了，所以这个萝卜是一切的开端。哇，这么大的萝卜！哎呦，非常的甜这个萝卜。我觉得这封信作为一个引子来讲，实际上是举重若轻的。简简单单的这一包种子，里面这几十颗种子背后，是他们付出巨大的心血。我来，那我再来一个把萝卜搬出去，直接装车呗。好的，这就是我们的战斗力。对。孙超班长，您能给我介绍介绍这个前哨班的情况吗？好的，我看您带了这么多蔬菜。是的，我们前哨班呢是这些战友们呢，20天要换一次勤他们平常吃的这些蔬菜呀，只能靠一些出境的一些车辆。刚好今天呢，搭上您的车，我们把这些蔬菜呢给战友送上去。明白以前就是想都不敢想。这个五角星朝
这样子叠起，哎，对，压住，边边朝自己就行了。可以。我们再看一下哪个地方没到位的，看一下那个，上一卷，国歌，准备好了以后你就正常放就行了。扣着。哎，您，谢谢您。您好，班长。您好，您好，您好。是的呀，是吧？感谢，辛苦了，感谢。那我们往里走吧。好，大家带点菜。没事。我们来。哎，杨老师这样子啊，我们您今天来呢，刚好赶上了我们这个红旗拉普国门国旗这个更换仪式。此次呢是我们今年以来更换的第35面国旗，也欢迎你能够参加。我太乐意了，这是我的幸运，也是我的荣幸。老师，现在我们有一些准备的工作呢，要开展一下。稍后呢，我们准备好了以后，这个会跟这边沟通。好。1、2，人。踏步。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红旗拉普国门国旗更换仪式，此次是今年以来更换的第35面国旗。1、2，人。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定期的对这个国门的国旗进行更换呢？就是因为咱们这个驻地的这个自然环境非常的恶劣，强烈紫外线灼烧以及非常见的一个风雪的侵蚀，导致咱们国旗经常会出现一些破损褪色所以我们要定期进行更换，就是为了确保咱们国旗始终保持一个最鲜艳的一个状态。平均每周就要进行对国旗进行一次更换。这就是咱们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国门——红旗拉普国门。向前跟。下面我们举行迎国旗仪式，向右转。救国旗这样来以后呢，叠好，把现在卫一罐叠好，叠好呢交给杨老师就行。交到你手上，请保管好。好，李木匠，现在由你将更换的第34面国旗交由杨老师保管。护旗手就位，立正，敬礼。
虽然那个旗杆不高，升旗的过程不长，但是看着那面旗不亚于在天安门广场看着巨大的5星红旗升起来。我是觉得就是作为中国人的那个自豪感，你知道吗？到了塔县之后，你看到每一名警官，你看到这个每一名战士，他们的这个脸庞和他们的岁数是极为不相符的。实际上，他们在高原上每天也经受着这样严峻的自然条件的这个侵蚀，他们脸上或多或少的都留下了他们所处环境给他们带来这个变化。但是对于他们来讲，他们的青春就放在这儿了，他们从来也不会想到说自己身上会有什么变化，他们想到的是国旗的这个变化。我觉得这不简简单单的是一个国门，这是一座丰碑啊！作为一名中国人的这个自豪感，确实是打心底里油然而生的。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国门，都能够感受到国家确实是强大的。我能感受到的不仅是戍边条件的越来越好，其实更多的是中国人骨子里那种不惧艰险、勇往无前，是要改掉旧貌换新颜的这个精气神儿。我现在开的这个红旗汽车其实也是一样的，在中国汽车工业最一穷二白的年代，红旗造出了我们中国第一辆国产高级轿车，并且逐渐开启了民族豪华品牌之路。65年之后的今天，红旗汽车以更昂扬的姿态展现在大家的面前。这次万里国境之旅能够驾驶红旗汽车，并且亲眼见证了一面面红旗高高飘扬在祖国边境，这种身临其境的民族自豪感，是让我最幸福、最安心的。哟，这还有香氛奶，高级。没试过，来一个。走着，朋友们。我们这次驾驶的红旗 SUV 家族，全系列车型都具有高强度的车身架构、疲劳驾驶提醒、车道保持辅助之类的主被动安全功能，这让长途旅行变得非常安心。而且红旗家族还提供了行业领先的优质售后服务，专注做产品，终身送服务，既安全又安心。这就是红旗作为民族豪华汽车品牌的责任与担当。